上，我们经常看到缺乏侧弯矫正经验的医者会以错误的方式矫正侧弯，像是教导侧弯患者利用反力来强迫导正姿势。反力指的是用力将偏位的身体区块导向相反方向，例如肩膀向前偏位，就直接将该侧的肩膀向后拉。那这种不当的力量不但会造成身体的僵硬紧绷，而且会挤压我们的胸椎跟腰椎。那不但会增加未来侧弯矫正的难度之外，还会限制侧弯的矫正幅度。那在更糟的情况之下，甚至有可能会加速侧弯度数的恶化。那我们可以从这位12岁的个案便可看出反力对脊椎产生的影响。那这个个案有3个弯度，分别是36度、52度跟35度。他在发现侧弯之后，便开始穿着背架以及 Schroth 的侧弯矫正运动。那背架每天穿着的时间大约是14到16个小时。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原本的侧弯姿势跟他施加反力进行自我导正后的姿势相比，他的下肋明显的向前突出，骨盆则是向后偏移，头颈异常的力则变得更为明显。那从背后的姿势来看，当他尝试利用反力导正右侧肩胛骨时，他创造了更多胸腔挤压的力，那使他的胸椎更加向前凹陷。那虽然这样子会让他右后胸的隆起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的明显，但实际上对于改善侧弯度数则是完全没有帮助。那背部反而会因为挤压而变得更为宽短。那所以在1个月过后，他的胸椎侧弯的主要弯度反而增加了6度。那另外，当胸椎向前挤压的同时，除了会使得颈椎跟腰椎的侧面曲线偏离正常的方向之外，那同时也会压缩胸腔的前后径空间，那很有可能使得心脏受到挤压，那长久下来心肺功能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这个个案在执行反力的时间并不长，仅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它可以控制在不执行反力的情况之下，回到原本侧弯的姿势。那另一位15岁的案例就没有这么的幸运，可以随时松开不当的反力。这个个案的胸椎主要弯度为 57.5 度，而且有明显的高低肩。他的右肩高于左肩。那他接受了第一位医者的建议，进行了长达半年左右的练习，将右侧肩膀向后向下压。而不当的肩胛骨向后挤压，很容易造成上胸向后倾倒，因此非常容易发展出下肋前顶的力。那这些力同样都会挤压背部的空间。那他的第2位治疗师则认为，要解决高低肩的问题，应该要将左侧的肩膀拉高。因此在这2种力的影响之下，由他背面的姿势来看，肩膀的高低落差确实减少了。但肩膀的高低落差减少，并不等于矫正脊椎侧弯，因为这个个案在执行任何动作之前，都会下意识的先将右侧肩胛骨向后向下挤压，导致他的脊椎难以延伸，而限制了侧弯度数进步的幅度。那另外，利用反力强迫导正身体，还会影响被动治疗的进行，像是当胸腔跟腹腔缺乏弹性时，会引发呼吸模式异常。那除了呼吸会缺乏效率之外，同样会使得脊椎周围的肌肉紧绷。那因此，这些人会对于轻触、被动的按压更为敏感。那像是这个15岁的个案，在一开始对于被动治疗会产生痒的感觉，而且会持续诱发不当的力量。那不过，当他试着在被动治疗的时候调整呼吸，逐步松开不当的力量之后，那后续在执行被动治疗时，并不会产生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那甚至有很多人能够在被动治疗的矫正床或矫正椅能够放松入睡。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27岁的案例，他的胸椎主要弯度比前2位更为严重，侧弯度数达到65度，而且年龄也过了有些人定义的黄金治疗期。因此，很多保守疗法对这种生长板已经闭合，而且侧弯度数又极为严重的人均束手无策。因为侧弯成年人的身体已经缺乏弹性，利用反力强迫导正身体，只会让他们身体变得更为僵硬，酸痛会更加的明显。那同时摊开背部的幅度也会受到限制。虽然这个个案过往也曾经接受过其他的侧弯矫正治疗，但他身上仍有很多原本侧弯的错误力，包含了胸腔跟肩胛骨的旋转力、肋骨前顶跟腹部内收，还有骨盆前倾跟躯干下沉的力，那使得他的右后背隆起非常的明显，而且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不过从他的姿势外观来看，他刻意强迫导正自己的力，则不像前2个案例明显。因此，在我们进行动作引导的过程中，除了要修正原本的错误力之外，也要尽量避免引发其他不当的力量形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近3周的密集训练后，困扰他许久的右后背隆起则变得更为平坦，那背部的长度也变得更为细长，他的身高也增高了1.8公分。那力量的修正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它不会一次到位就能够完全修正，需要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稳定的控制。那相反的，利用反力导正偏位的区块则相对容易。但矫正侧弯是需要全身肌群的协调，而非单纯只导正最明显的偏位。那只有当大脑逐步松开越多的错误力之后，才有机会同步导正脊椎在矢状面、冠状面以及横切面的所有偏位。